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an， 今天来聊聊一台经典的下坡车——捷安特 ATX-1DH。这台车的外形有着强烈的风格，涂装也深具时代代表性，是当年许多人心目中的梦幻逸品，相信会唤起许多老车友的回忆。那在开始介绍之前，想跟大家说明一下。MTB101 已经开通了超级感谢功能。那超级感谢的意思其实就是抖内。频道中每支影片都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，从资料收集、写脚本、咨询确认、拍片到剪接，依然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进行。目的就是要带给大家更多有关登山车的资讯。所以如果有认同 MTB101 频道的朋友，不妨点击画面下方的超级感谢，让 Ian 有更多的动力继续前进。那在此就先谢谢大家。在开始介绍 ATX-1DH 之前，我们先来聊聊捷安特 Giant 这个台湾之光的故事。Giant 的母公司叫做巨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在1972年由公司内部昵称彪哥的刘金彪创立。刚开始是以代工美国 Swing 的产品为主，但是因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，提供更为廉价的生产成本，要是巨大还一直只做代工，那迟早会被干掉。所以在1981年就推出了自己的品牌 Giant，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捷安特。之后就逐步在全球各地设立分公司。后来在1989年坐上全世界自行车生产的龙头宝座，一直持续到今天。目前旗下已经有 Giant、Momentum、Leaf、Kardex 4个品牌。在780年代，台湾就有很多代工厂，但是因为彪哥对于自己产品的品质不断要求，相对的也提升了台湾自行车产业的标准，摆脱了早年 MIT 产品就不行的负面形象。直到今日，发展成完整的产业聚落，上中下游所有的东西都在中台湾生产，让台湾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自行车生产基地。除了在生产上的影响之外，台湾业界也有极为大量的人才是从巨大出来的，因此业界的人会开玩笑说巨大是职业训练所。由此可见巨大在业界的影响力。就因为彪哥对于台湾甚至是全世界自行车产业的深远影响，他在6月初的联合国国际自行车日获得了终身成就奖。回到今天的重点 ATX-1DH， 这台车又称 ATX-1Team， 一开始在90年代末亮相，一出场就成为赛道上的话题。车架粗犷的上管配上纤细的下管对比，看起来完全不像那个时代的下坡车。当时车队的黄红蓝配色也是市场上最抢眼的车之一。根据1998年捷安特的行路上资料显示， ATX-1 的轮径当然是26寸，前叉是 RockShox Boxer， 行程却只有150，上面还有 Visa 的安装座。现代的车友看到这个，可能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后避震是 RockShox 的 Super Deluxe， 行程大约125。刹车是英国品牌 Hope 的 C2S 碟刹，前碟盘180，后碟盘160，手把宽度660，龙头长度50或70。以上这些配置在现代都只是0道车的等级而已。导链器是依照车架设计的特规产品。当时的选手表示，这组导链器加上粗大的空心上管，像是共鸣箱一样，跑在赛道上链条会非常大声。我们把将近1/4个世纪前的 ATX-1DH 跟现代荣耀 Glory 这2台捷安特的下坡车来相比，就会看到下坡车的设计如何演变。轮径从26变成27.5寸，前叉行程从150变成200，后避震行程也从125变成200，头管角度从66度变成63度，变得更趴。轴距从1130拉长到1219，增加将近10公分，因此整台车变得更长。BB 高度从395降到349，下降了将近5公分，让重心可以更低。这2个世代的车比较起来，就很明显看出现代下坡车又趴又长。ATX-1DH 是捷安特下坡车队在90年代的主力战局，为捷安特拿下第一次的下坡世界冠军。当时是由法国选手尼可拉·福欧兹称霸的年代，从1995到2002年的8年之间，除了2000年之外，全部都是被尼可拉拿下世界冠军，收集了7件彩虹衫。1999年加入捷安特车队的美国选手迈尔斯·洛克威尔，在美国的东岸成长，而当地的天候地形刚好跟2000年在西班牙内华达山脉举办的登山车世锦赛很类似。因此赛前洛克威尔就很有信心，他使用的车架基本上跟市售版无异，
但是 Hope 为它特制了4活塞的卡钳，以及带有它名字的碟盘。它的后便也非常特别，是木头制的速联 9.0 后便，据说这比当时的碳纤还要强壮啊！在比赛中，他也没有把它操坏，他还把上管上的导线座错平，因为选手们发现这些导线座会在骑车的时候刮到膝盖，所以都会把它错平，这样束带固定油管跟后便外管。那这一届世锦赛之前，捷安特车队内部有进行过测试，技师建议洛克威尔使用较软的避震设定，这样会比较适合欧洲的赛道。但是这跟他自己用较硬的避震骑美国当地地形的习惯不一样，所以一开始他非常抗拒。但是在驾车前往世锦赛的路上，几瓶啤酒下肚后，想到自己在欧洲的表现不如预期，他就接受了这项建议，采用了较软的弹簧出战。果然世锦赛排位赛就跑出第3名，他自己也明显感觉到车子更能贴在地面，这个策略奏效。正在他在倒数第3出发之后，将原本在肉座上的法国选手麦克巴斯卡挤下，后来的荷兰巴斯迪比尔以及英国的史蒂夫皮特都未能超越他，因此洛克威尔就为捷安特拿下了第1件下坡彩虹衫，而这也是史蒂夫老二诅咒的开始。ATX-1 DH 后来出现过一个罕见的改版原型，将4连杆改成类似虚拟转点系统。不过这个版本的车从未进入量产试售。根据业内可靠的消息指出，因为当时出现之前介绍过的 Intense M1 横扫千军的局面，所以选手都需要形成更长的下坡车。ATX-1 DH 的结构已经不敷使用，设计上需要从头来过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捷安特的下坡车变成构造完全不同的 DH Team 的原因。ATX-1 DH 从此走入历史，成为大家的回忆。不过市面上这台车还有不少在流通。台湾3不5时就会有人抛出来卖，甚至是全新的库存。国外的网站也看过刚才提到的那一台原型车在标售，但是不是诈骗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想一圆儿时梦想的朋友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那以上就是经典下坡车 ATX-1 DH 的故事，希望大家会觉得有趣。也想提醒认同 MTB 101频道的朋友们，可以点击画面下方的超级感谢，支持一言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登山车的资讯。那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